Hello， 大家好，我是怡媛。今天我们继续百人请愿书的内容。那在上一集我已经有讲到第一跟第二点了，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的观众可以看回之前的影片，再来看这个影片。那么我们今天接着下去讲，希望增加一个新的机制，睡觉跟旅行模式。增加这个模式之后，可以让玩家休息，让自己的账号立即进入休眠状态，以避免影响到匹配还有分线报名，并且让这些玩家回归游戏的时候也不会落后，这减少那些要被迫去玩游戏的玩家弃坑。因为现在的生活比较忙碌，所以要清掉那些没有在活跃状态的玩家，对于执行的王国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负担。毕竟我们要去清零这些农夫，也是要消耗我们自己的兵力，当我们的兵力消耗要重新报兵的时候，其实要花不少钱。所以清零真的没有你们想象中那么美好，我们还是要死兵的，而且没有返回。在休眠状态下，游戏会自动训练和领取部队，自动领取 VIP 点数，自动领取金头，铁匠铺也会随机锻造材料，城市内资源的生长速度将会提升 75%， 但是你无法再离开自己的城市参加活动领取奖励，也无法被攻击，就讲你的城市会进入保护状态，并且这个睡眠模式不能中断。如果你一开始设置了可能20天之后才停止，就只能等到20天之后才可以操作。如果当你进入睡眠状态的时候，王国处于在 KVK 时期，那么你将无法离开关卡室。OK， 那么这个玩家所提出的想法我觉得是蛮不错的，但问题是会不会出现更多的账号。那以玩家的角度来说 OK， 确实它增加了这些功能之后会变得更好，我们会更加轻松，不需要去烦恼我的账号要不要去管理，要不要去打理之类的，又不怕自己的城市会被清零，又不会影响到王国匹配。但问题是我可以开更多这样子的账号，也就是小号，完全不需要去打理我的小号，派部队过去采集都可以拿到资源了，它会自动帮我领取。并且我相信市面上大多数的策略游戏都是需要自己操控的，如果根据这个他们所提议的想法去改动的话，这个就不是万国觉醒了，这个叫 AFKROK。 如果我是策划的话，我是肯定拒绝这个请求的不是说不想要让玩家去休息，而是你什么事情都让系统去做的话，这样我开发这个游戏来干嘛？有多少玩家还会继续玩游戏？会不会有更多玩家已经习惯这个模式之后，当他回来玩这个游戏的时候已经不上手了，不知道怎么玩了，或者是越玩越累？如果是提到钱的部分，就是你不清零自己王国里面的玩家，那你不死兵怎样去赚你加速的钱呢？而且我觉得更严重的问题就是，假设整个联盟整个王国的玩家全部都进入休眠状态，没有人去打 KVK， 没有发生战斗的话，怎样消耗资源加速？万国觉醒应该要透过什么方式去赚钱？我知道有些观众一直强调说，哇，议员你可以不要再提到钱的事情啊，但这个是现实，策划不可能平白无故开发一个免费的东西给你的，他们也是要赚钱，也是要吃饭，也是要发工资给其他的人的。所以我认为这个想法是不错的，但实行的话有很多问题存在。而且现在其实分线报名也可以让玩家去休息，但比较大的问题就是分线报名只有那些王国活跃人数超过900个人才可以使用，所以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联盟报名之类的，这样你就可以让一些玩家不想要打仗就去别的联盟，想要打架的玩家继续待在自己的联盟里面，不会影响到匹配，也不会让一些不想要打仗的玩家这么辛苦。不过我这里所讲的在第4点有补充了，允许所有王国选择他们要战斗的玩家名单。内容我说到目前的分线报名机制就是必须要有900个25等级城市以上的玩家才可以选择名单，大多数王国都没有这么多人，变成大多数的王国不能利用这个机制让一些玩家去休息，或者是不让一些没有贡献的账号去报名，造成大多数的玩家回来这个游戏的时候就已经被清零了，结果只能弃坑。所以这里的提议是给王国选择自己的战斗名单，那其实这个我们也是强调过很多遍了，但是可以看到策划这里并没有回复。老实说，在这么多的反馈里面，我认为分线报名的调整对于策划来说影响是最不大的，也最容易改动，也可以让玩家玩得更舒服。但实际上他们到底有什么顾虑我就不知道了，就是不要去改分线报名，哎呀，我真的头痛了。第5个反馈，帮助解决人口变少的问题。万国觉醒的人口生长速度跟开伺服器的速度有一点不太一样，因为新的玩家不会留在游戏太久，导致成人口分散，每一个王国拥有的活跃玩家都比较少。虽然强迫王国合并会造成很大的破坏，但其实有很多王国都很乐意跟其他的王国合并，可是要组织集体移民工作量会比较庞大，而
而且也会变成强制玩家要离开自己辛辛苦苦所建立起来的联盟壳。他们这里给出的解决方案就是让盟主可以决定他们要把整个联盟迁移到别的伺服器，其他的玩家也可以决定要不要跟着他们一起移民。但是这里有特别强调，并不是每一个王国都可以合并啊。他这里有说到可能有某一些王国的等级可以合并，我这边猜测可能是 CD 组，或者移动联盟壳的时候只能带一位玩家，有可能是盟主。并且还说到，如果你是比较低等级的王国，可能是 CD 组的王国，招募新玩家的工作量很大。或许玩家可以通过某种游戏内的招募中心申请与正在寻找玩家的王国匹配，或许可以让玩家更容易找到适合他们自己的王国。同时对于老玩家来说，移民要花大量的积分，因为要用联盟积分去兑换，或者是花很多钱，毕竟要买礼包。但是新的王国并不适合他们，就变成他们又要再次移民。但是你又要再次移民的话，又要花钱花时间，又要等冷却时间，最终他们就直接选择弃坑了。所以他们希望官方可以找到一个解决方案去帮他们解决这个问题。那我觉得移民的部分算是不错的，而且我在之前跟策划开会的时候有跟策划讲过，叫他们给出多一点免费的移民令，让玩家的负担不要这么大。其实让玩家移民到新的王国，让他们有动力继续玩下去，其实对游戏来讲也不是什么坏处。所以我觉得可以考虑这一点。再来就是合并的部分，那我知道之前有不少的玩家讲过，只要王国一合并之后就宣告这个游戏已经死掉了。但问题是你现在再不搞合并的话，这个游戏是真的要死掉了。那我认为这边所提出的方案是还不错的，可以接受，不过细节方面还是需要调整。而且老实说，现在开了这么多伺服器，其实有很多伺服器都已经不活跃，根本没有用了，才演变成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情况，可能一个阵营里面有5到6个王国。我认为这样子搞是没有意义的，与其你这样子让那些玩家继续的不活跃下去，最后弃坑，还不如让他们合并，跟一些活跃玩家在一起，这样才有动力让他们继续玩下去。不过这边看到策划的答复，他似乎是根据每一个问题回答，那可以看到合并的部分他们是没有回复的，但是移民的部分他们这里是有回复，他们正在考虑，但也只是考虑而已啊，没有像我们上一个影片第一个反馈那样子，他是直接回答了什么时候更改。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不要抱太大的期望比较好。第6个反馈，放宽先锋王国的限制。这个我在之前也是有稍微提过，叫他们调整了分线报名的机制之后，其实你的先锋王国要招募多少个玩家都不用紧。这边内容有提到，在游戏中顶级的先锋王国还有低级的先锋王国是完全没有区别的，演变成这些王国一直在先锋王国里面，或者是他们要想办法避开其他的先锋王国。其实应该要让先锋王国继续壮大，继续成长，而不是让先锋王国的规模越来越小，并且用这个方式逃离匹配。并且特殊移民也只会鼓励到一些先锋王国招募到更多的大佬。毕竟你们想一下，哪一个先锋王国会开特殊移民给一些比较低等级的战力玩家呢？比方说一个8000多万的玩家用特殊移民，这个是不可能的。并且现在特殊移民的系统非常不活跃，每30天只能增加1个玩家。他们这里下面一大串都是讲特殊移民的东西，但其实策划在之前有讲过，他们会增加特殊移民的数量。还有就是希望先锋王国可以招募更多的玩家进来。那其实之前官方找我们去开会，就是因为先锋王国太多玩家抱团在一起了，所以他们才推出先锋王国的限制，还有推出分线报名啊。其实可以理解为什么策划他们不回答这个反馈了，就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不想让你们先锋王国越来越大。先锋王国之前就是把其他王国的玩家全部吸进去他们自己的王国，而导致玩家流失太多。然后有一些玩家移民去先锋王国之后才知道先锋王国原来这么累，然后又加上移民制度不好，不能马上移民，就变成有一些玩家就干脆弃坑了。我是能够理解现在提出反馈的这个玩家，他的想法是不想要让先锋王国越来越多灭绝了，但是要考虑的地方不是考虑1-2点而已，而是要多方面去考虑。我认为之后可以调整先锋王国的限制，可以让他们招募更多的玩家进来，但前提是先把分线报名的问题解决好才搞这个东西，不然招募这么多的玩家进来也只是变成第2个93、第3个93、第4个93而已。第7个反馈，匹配制度。那你们现在也看到了，有一些 KVK 里面的阵营都有好几个王国在同一个阵营里面。尽管一个阵营里面有这么多的王国，但是他们依然还是缺乏大佬还有打野仗的玩家。当被一些数据比较高的阵营对打的时候，他们永远都是被打死，很难做到地图平衡。野战和天兵玩家应该是一个考虑因素，而不是只是计算活跃玩家。联盟总动员的晋升和降级也可以加入到 KVK 联盟。他这一段我不太了解他要表达什么东西。
我个人猜测是通过这个方式来进行分配啊，看你的王国活跃数、看阵亡、击杀还有战力，再加上联盟总动员，随着现在王国的人数减少，有时候每一个阵营都已经超过5个王国了。这意味着就算他们赢了 KVK， 有一些王国也是没有办法获得奖励，也给管理层带来了不少的麻烦跟影响，让他们觉得很不开心。虽然他这边的反馈是有提到匹配啊，但是后面那一段我觉得是跟之前的征服者之阵那边有影响啊，不应该放在这里。但是你们也可以看到策划依然是没有回复他的反馈，所以我认为说他这边给出的方案其实也不是很完善啊，我个人觉得也不太可行。但是因为太多个王国挤在同一个阵营里面，导致成就算他们赢了 KVK 依然没有获得奖励，这个确实是一个问题，就只能看官方之后要怎样更改啊。以上就是他们自己所做的反馈，虽然这里给出的一些建议我自己个人都觉得不太可行啊，但是也是非常感谢93他们愿意为玩家出声，因为我没有看过其他的先锋王国有为玩家去做过这样子的事情。虽然他们做的不是很好，但至少他们已经踏出了第一步，所以我还是很支持93继续做下去的。我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个东西传达出去，给我的观众知道，给策划知道，还有提前帮你们过滤这样子实行合不合理。至于各位在看了这2期的影片之后有什么感想，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以上就是本期内容，我们下个影片再见。